哎，大家伙儿早喽！3月19号星期日，今天这好多比赛的日子哈。现在北京还不到5点，但是应该都起了吧？比赛的小伙伴，但是您赛前肯定是看不见视频了，先给您隔空加个油。赛后如果您刷到了这个视频呢，那就隔空恭喜您一下。今天是我也跑个强度，30组1分钟快慢，先热身2公里，很快就到了。30组就不像10组那么跑了，稍微的控制一下。今天跑强度，然后咱们聊聊跑步的设备。这款佳明的955也用了几次了，再加上 Stride 有好多小伙伴有疑问。行，那我抓紧最后这100-200米的热身就开始了啊！一会儿咱们再聊。
马上最后一组啊，基本都在335以内。30组真的挺顶的。2，走！哦，3分22，最后一组，300米，最后一组1分钟用了3分22的配速。不行，我的极限速度还是不行，就冲不起来，还是觉得冲不起来。你们听我说话的流畅度，对吧？虽然心率不低，170，现在，所以绝对速度这个事儿挺难的。那天我回答说，我觉得5公里20和全程马拉松3小时谁容易的问题。我现在还是觉得全程马拉松3小时容易，除非您有速度基础。训练完成，训练契合度得分41%，我可能超了我的要求。我这课表定的是3分45到4分10的平均配速。因为您想嘛，你看中学生的体测多少？3分45，1000米，满分，还挺快的了。4分的配速，不是您能不能坚持5公里的问题，是4分的配速能不能在您的乳酸阈值的配速以下，就是比方说你的乳酸阈值的配速是3分55，那还可以。如果您是4分10，那你4分配跑5公里挺艰难的。可是你用4分16的配速跑全程马拉松，只要你的跑量积累够了，就肯定没问题。但跑量积累是一个勤能补拙的事情，但是速度提高，大家看我这么训练，我的速度其实绝对速度提高的几乎没有，只是提高了我的乳酸阈值的速度，或者说速度耐力。行啊，说正题，这块表用了几次了，有好也有坏。总结一下啊，好处是生态做的比较好，毕竟是一个老品牌。比方说新一代的 Stride， 目前第三方的设备和第三方的 APP， 只有它可以支持新的数据。WOD 和高驰都不行，目前为止。同时呢，双频的 GPS 确实表现得很不错。高驰的 Apex 2的双频 GPS 表现的也不错，所以就是如果您跑城市马拉松，双频 GPS 大多数情况下没问题。东京那个路况，我的苹果双频 GPS 加蜂窝数据只偏了700米，在42公里的路程上。至于设备的支持呢，
现在佳明的 ANT 加协议，我感觉已经有点过时了。之前拿到高驰 Apex 2，我还说它为什么没有 ANT 加协议，其实它也是有专利的问题，或者说生态的问题。但是这个协议真的过时了。像佳明的955是2种协议都支持的，也支持蓝牙。我连接我手臂上 Paula 的这个最新的 B 带，如果用 ANT 协议，无论是高驰还是佳明，都会出现断连的情况，就是一场训练中间会有一些中断，而连接蓝牙就完全没有问题。这个 B 带是可以同时连2个蓝牙设备的。但是如果大家跟我一样是用的苹果的手表和另外一款运动手表，并且2个手表都开训练的话，当然这种很少啊，我是为了更好的测试。那么您的，像我用 WOD 是可以自己添加蓝牙设备的，这个时候就要注意，您的这个 B 带如果同时连了手表的蓝牙，又连了 WOD 的蓝牙，这时候它就会把2个蓝牙的设备占用掉，你的另外一块手表就连不了了。我的办法是在苹果手表的系统的蓝牙里不连接这个心率带，给它忽略掉，只在 WOD 里连接就可以了。有区别的，如果您在 WOD 里不连接，只连接系统，那这个时候你的训练是无法记录 HRV 的。其实像我知道这些都是软件的官方的网站就写得很清楚很清楚。所以说到 ANT 这个同时用 Stride 会有一个问题，已经出现了2次，因为 Stride 是不支持同时连2个蓝牙设备的，就只能一个蓝牙一个 ANT。佳明这边是用 ANT 连接，因为苹果只能是蓝牙。在使用的这几天里已经出现了2次，怎么都连不上。所以总结就是，大家如果用跑步的监控的附件，只要支持蓝牙的，就都用蓝牙连接，是最稳定的。ANT 协议在遇到马拉松的时候，周围人多的时候，设备多的时候，也会被干扰。这是我的小的经验啊，也许不对，没有理论支持。然后说到 Stride 有没有用，我觉得有用啊，它的配速是很稳的提供的，并且能提供一些额外的更准确的数据，而且我觉得功率真的是跑步的预测的金标准。通过功率预测比赛成绩是很准确的，因为它是一个最直接的能量输出的体现，与配速和心率比。但是它确实不便宜。不过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啊，就是我成为了 Stride 的官方认证的教练。如果大家是使用 Stride 的小伙伴，可以私信我一下您的用户名，我可以邀请您。但是那个教练功能特别简单，我只能看，什么都干不了。而且他注册教练的时候要求你注册你现在的居住地，所以只能注册在日本区。不过 Stride 是全球，它不分区都可以。这个我还没摸索清楚，等我研究研究再跟小伙伴们分享。然后如果是
注册就是被我邀请的小伙伴，可能能拿到一个15%的优惠码，我忘了是15还是10了。现在在用这个指导家属训练下个月的5公里，还在学习中。也有小伙伴问买这最新一代还是买上一代，肯定是买最新一代，上一代的校准系数特别不稳定，最新一代相当不错了。如果你不追求那个5/1000以内的误差，那都设成默认的校准系数，就是100%，就完全没问题。我的 Alpha Fly， 还有 Vaporfly， 还有那个定制版的 Vaporfly， 还有飞影 PP 2.0， 都是同一个系数，上下误差在2/1000左右。大家如果用佳明连接 Stride， 并且用 Stride 获取距离的话，那一定别轻易开那个自动校准，尤其是您周围 GPS 会被干扰的时候。你要是能确定是一个 GPS 效果特别好的地方，可以开校准一次。自动校准尽量不跑折返。3月19号星期日7点18训练结束啊，北京时间6点18，参赛的小伙伴应该都准备好了，都要外出或者已经外出了，对不对？再隔空祝福一下吧。还是一个半程马拉松，1小时29，平均配速4分16，心率159，功率236，步频203。但是今天看平均数意义不大啊，因为是个变速课表，课表是1分钟快1分钟慢30组，就是30分钟快30分钟慢吧，累计起来1个小时的课表。快的这30组基本上平均都在3分35或者3分35以内的平均配速，体感还行啊，真的还行。虽然我跑完第30组的时候说，绝对速度还是这些年进步非常小，但是现在完成这30组的这种训练，跟前2年比，体感上会轻松一点。这个其实是好现象，也是一个问题的暴露。好现象就是你在同样强度下你轻松了，但是问题的暴露是，其实每一组我都很尽力，不能说100%吧，因为你不可能100%去那样，很尽力，但是绝对成绩呢没有太明显的提升，而只是降低的疲劳程度而已。但是这也是绝大多数业余选手的一个情况，大家都是这样。所以我觉得小伙伴们如果想在马拉松赛场上拿到一个好成绩，最根本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积累再积累。当然也有小伙伴问说，用7分配每个月跑300能不能破3？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这不是个问题，您其实在说这个的时候也不认为这是个问题，对吧？因为如果你能每个月跑300，不可能是这个配速。如果积累了一定的时间，同时反过来说，如果是这个配速跑300公里，时间真的挺长的，不知道能不能行啊？因为它还是一个每个人每天只有24小时嘛，是吧？祝大家能越来越好，好吧？昨天咱们频道在 B 站当前关注的观众数超过了4万啊，还是挺感激的，挺感动。感谢大家，那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今天参赛的小伙伴们加油干！您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，相信您已经完成了比赛，无论结果是什么样，都祝贺您，站上起点就是了不起的人，加油干，加油干！咱们明儿见。